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姆。今天我们聚焦2025年最炙手可热的科技金融公司 SoFi、Robinhood 和 Coinbase，看看他们当前的股价是否有泡沫，以及接下来可能的走势情况。此外，CRI 投资系统在10月17日把比特币的信号从买入降为持有。查理根据 AI 系统的建议，减仓了比特币 ETF IBIT 的仓位比重。我们会在本期节目中重点分析一下比特币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的走势情况。好，就让我们开始吧。美股在10月中旬持续震荡的行情，除了中美的贸易谈判正在紧张的进行中之外，在10月16日，美国的两家主要区域性银行 Zions Bancorp 以及 Western Alliance 相继被爆出涉及商业地产贷款的信贷欺诈事件，并且已经被告上了法庭。Zions 银行的子公司有2笔合计超过$6000万的贷款被拖欠，已经计提了$5000万的坏账减值。这一事件让市场担忧美国的区域性银行体系可能存在信贷质量的恶化，并且他们在风险控制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知道，疫情之后的远程办公导致这几年美国的商业地产市场非常惨淡。美国主要大城市包括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写字楼，他们的空置率非常高，普遍超过25%。这就使得商业地产的贷款存在着断供的风险，因为写字楼根本租不出去，那么投资公司自然就没有租金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了。当然，查理预计美联储一定会积极干预这2起事件，力图在危机广泛爆发之前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然而，随着川普政府的去监管 （deregulation） 政策日益深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我们最终还是会看到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崩盘。只是现在才到2025年，我们很可能要等到2026年的年末，甚至2027年才会感觉到金融危机的真正爆发。这是因为大的风暴往往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酝酿。我们现在也不必过早恐慌，提前下车。还可以再耐心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真的有大崩盘来袭，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会提前为大家预警，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播报 CRI 投资组合止盈退场的进程。就像在今天节目的末尾，查理会为大家详细介绍我大幅降低了比特币 ETF IBIT 仓位的原因。以后这样的情况会时有发生，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如果你不想错过熊市逃命的机会，请订阅查理斯木频道，把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当然，因为这2起不良贷款案件，美国的银行板块在10月17日有一波非常大的跌幅。追踪区域性银行股票的 ETF KBWR 在过去几天跌幅达到了9%。虽然标普500指数的跌幅其实并不重，但是 CNA 的恐惧贪婪指数在10月中旬首次跌到了极度恐惧的区间，这也是继今年4月份以来，市场情绪再次滑落到极度恐惧。这表明美股的波动正在加大。如果我们看个股的表现，会发现很多高波动、高贝塔的股票在10月中旬的下跌幅度非常大，包括我们上期节目中重点介绍的稀土材料概念股 MP 和 USAR， 它们的回撤幅度非常惊人。特别是 USAR， 因为没有基本面业绩的支撑，可以被来回炒作，单日暴跌15%也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角 SoFi 公司，它的股票在近期也有不小的波动。可以看到 ，SoFi 的股价在10月16日单日下跌了5%。那么 SoFi 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股价为何在2025年彻底爆发了？从本质上讲 ，SoFi 现在是一家还在成长中的网上银行，它不像摩根大通或者美国银行那样有实体的分行，你必须通过它的手机 APP 或者 SoFi 的网站来管理你的银行账户。此外，SoFi 不只有传统的银行服务，它还提供包括股票、加密货币等投资交易的平台。那如果你缺钱花了，SoFi 还可以提供个人贷款、学生贷款、房贷以及信用卡等产品。它已经打造成了一个一站式的超级金融服务平台，用户的体验十分方便。那朋友们可能要问，SoFi 主要的赚钱手段有哪些呢？
首先，它是在2011年刚成立的时候做的就是学生贷款的业务。SoFi 当时抓住了一个细分市场，专门为高信用分的美国名校毕业生提供比美国联邦学生贷款更低利率的贷款服务，以此来帮助他们减轻还贷的压力。那这些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通常都能马上找到高薪的工作，然后通过几年的积累，这些精英很快就能还清 SoFi 的贷款，并且还能成为 SoFi 的长期忠实用户，一举两得嘛。那到了今天，SoFi 的信贷业务依然是公司的现金流，为 SoFi 带来了高达40%到50%的营收收入。除此之外，SoFi 还在大力扩展它的金融投资类服务，包括 SoFi 网上银行、SoFi 信用卡业务、SoFi 保险以及股票投资 APP 等等。这些不断壮大的新市场已经能够为 SoFi 带来一半的收入，而且可以预见，SoFi 公司未来在广泛的金融服务领域，它的赚钱能力还会不断的提升。从基本面角度来看，查理非常看好这家公司在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没办法，他的管理层实在太厉害了，在新业务拓展方面做得非常好。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了解 SoFi 这个品牌，那么它在将来的品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搞不好到了2030年代，SoFi 会变成和 Wells Fargo、Citibank 那样非常有名气的大银行。好，聊完了 SoFi 公司的背景，我们来看看它的股价走势。可以看到，SoFi 在2025年涨幅惊人，YTD 年涨幅高达89%，远超标普500指数14%的涨幅。更为夸张的是，SoFi 的股票从4月中旬到9月底，在短短5个月内，股价翻了3倍，从不到$10暴涨到了接近$30。截止到10月20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SoFi 的信号还是维持买入的绿色看涨信号。查理认为，SoFi 公司的市值在2026年将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要知道，现在 SoFi 的市值也只有318亿美元，而花旗银行的市值有1730亿美元，Wells Fargo 富国银行的市值更是高达2620亿美元。SoFi 未来还有3倍以上的成长空间，是一家非常厉害的金融企业。如果我们看 SoFi 股票的 EPS 每股净收益的情况，会发现，在2025年 SoFi 的 EPS 居然比2024年还跌了18%。这主要是因为 SoFi 在今年加大了资本投入，来升级它的技术平台 Galileo Platform 伽利略金融科技平台。各位可以把这个平台看作是金融界的 AWS，它为其他的金融和非金融类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 API 接口。开发伽利略平台的好处在于，SoFi 未来的收入会更加多元化，不仅仅依赖面对于个人客户的贷款和消费业务，还能通过伽利略平台向其他的公司提供金融技术服务来赚钱。市场预计到了2026年，SoFi 的 EPS 会有25%的高增长，而到了2027年，SoFi 的 EPS 增速会更高，将达到惊人的33%。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巨头英伟达、博通和 AMD 相比，也不遑多让。那截止到10月中旬，华尔街的分析师对于 SoFi 的股价预测还停留在22.75美元的平均目标价，比现在 SoFi 的市场价26.54美元还要低了14%。查理认为，随着 SoFi 的财报数据越来越好看，机构分析师还将持续上调它的目标价格，反过来促进公司股票的上涨。如果 SoFi 的股价在10月下旬回撤到25美元以下，是非常不错的买入机会，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虽然我们看好 SoFi 公司的长远发展，但是就短期而言，它的本益比 PE ratio 还是处在54的高估值状态。要知道，金融板块的 ETF XLF 的平均本益比只有19左右，远低于 SoFi 高达50以上的本益比。如果未来在某个时间节点，SoFi 下修未来的营收展望，那它的股价就有大幅下跌的风险。考虑到这个潜在的风险，我们在投资 SoFi 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它的仓位。查理认为，把 SoFi 的股票比例控制在总资金的6%以下是比较稳妥的做法。这样我们也可以拿得更稳一些，不会因为公司短期的股价波动影响到我们总体的投资回报率。那保持持仓平衡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加平稳，
这也是精英投资者能够穿越牛熊的基础，非常的关键。好，聊完了 SoFi 这家涨势迅猛的 FinTech，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今年涨得比它还要猛的 Robinhood 公司，美国的股民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Robinhood 主要通过手机 APP 提供一个在线投资的平台，散户朋友们可以非常方便的交易股票、基金类 ETF，甚至是高风险的期权产品，以及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Robinhood 最有名的就是它零佣金的股票交易模式，大受美国年轻人的欢迎。那么问题来了，零佣金模式下，Robinhood 作为券商还怎么赚钱呢？哎，这就涉及到它的核心商业模式——订单流支付，英文叫 Payment for Order Flow（PFOF）。Robinhood 拿到用户的买卖股票订单之后，它不会立刻去执行这些订单，而是会把用户的订单打包卖给第三方的做市商，比如 Citadel 和 Jane Street 等等。那 Citadel 买了 Robinhood 的订单之后，再根据客户订单是市价单还是限价单来去执行。那么 Robinhood 和做市商 Citadel 又如何从中赚钱呢？很简单，如果客户选择的是市价的买入单，那么 Citadel 就会比市场价格高出一点点来执行；如果是市价的卖出单，那就比市场的价格再低一点点来执行。那 Citadel 在每单之中总可以赚取非常微薄的差价利润，而如果订单的量特别大，那它的利润就很丰厚了。那么 Robinhood 就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从 Citadel 等做市商那里拿到回扣。那有朋友就会问，如果我设置的是限价单，是不是可以避免被 Citadel 高买低卖了呢？哎，确实可以，但是你会损失机会成本，这是因为 Robinhood 的限价订单往往被 Citadel 等做市商放在最末尾执行，也就是 least priority 最不重要的。那既然是免手续费的嘛，Citadel 就肯定会优先执行那些收手续费的限价单，这就导致你想买的股票，它的价格可能已经跌到了你设置的买点，然而因为 Citadel 优先执行其他的订单，那你的 Robinhood 的订单就没有被执行。那如果股票随即止跌反弹，你不就没买到了吗？那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损失。对于 Robinhood 这家券商来说，除了订单流支付可以带来盈利之外，它还可以通过收取用户的 margin loan 融资的利息来赚钱。我们都知道，用 Robinhood 是非常容易开一个 margin account。美国的散户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借平台的钱来炒股。那 Robinhood 就是利用了这点，稳稳的赚取个人投资者的融资利息。除此之外，公司还提供更高级别的付费订阅服务，也就是 Robinhood Gold。Robinhood 每月会收取$5的服务费。当然，Robinhood 公司也在积极开展自己的信用卡业务，希望把自己的商业模式延伸到传统的银行业务中去。毫无疑问，Robinhood 和 SoFi 未来会成为各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看 Hood 股票的走势，会发现它在2025年的表现是标普500中排名前5的存在。从年初到现在，Robinhood 的股价已经涨了250%，而从4月到9月份，Hood 股票在短短5个月内飙升了347%。特别是在9月5日，Hood 被纳入标普500指数，更加刺激了诸多机构以及散户投资者买入它的股票，从而进一步推升了它在本轮牛市中的上涨行情。那么现在 Robinhood 股价处在$130的位置，它的本益比 P ratio 也高达66。如果我们看 Hood 的 EPS 情况，会发现它在2025年的 EPS 增速只有12.8%，和标普500指数差不多。而到了2026年，公司的 EPS 增速也只有不到20%。相比于它的高估值，Hood 的增速其实是不够的。想要维持60以上的高本益比，我们必须看到 EPS 增速能够达到每年30%甚至40%以上，而 Hood 现在的 EPS 增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不建议朋友们在$130附近买入 Robinhood 的股票，他家股价下跌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就能更加直观地发现这个问题。截止到10月17日，Robinhood 的市值是1160亿美元，股票本益比在66附近，PEG 也就是本益比和营收增速的比值高达6.4，而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的主要券商之一
Charles Schwab 的市值也才1710亿美元，也只比 Robinhood 高了不到50%。然而 Charles Schwab 的本益比只有25，PEG 更是不到1。这样对比一下，朋友们是不是觉得 Hood 股票现在的估值有些虚高了呢？查理个人肯定不会在这个档口买入他家的股票的。那如果你已经买了 Hood，那放着不动，持有就好了，也不需要追加仓位给他，因为目前的价格确实有点贵。那么 Robinhood 要跌到什么样的价位才值得我们抄底买入呢？根据它在2026年的 EPS 计算，如果我们设置它的本益比在38到40左右，那么我们需要等到 Robinhood 的股价回到80至85美元的区间，才值得做投资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的预计买点和现在 Hood 的市场价有高达34%的差距，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观望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有更大的回撤，再考虑要不要投资 Robinhood 这家金融科技券商股。那聊完了 SoFi 和 Hood，我们再来看看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的情况。它也是美国首家上市的加密货币公司，股票代码为 COIN。在 Coinbase 的手机 APP 或者网站上，个人或者机构投资者可以安全便捷的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在内的数百种加密货币。那么 Coinbase 主要的赚钱方法有哪些呢？首先，用户在买卖加密货币的时候需要付给平台手续费，而交易手续费就是 Coinbase 最大的收入来源。其次，公司还在积极拓展非交易类收入，主要包括订阅费和服务收入。Coinbase 同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高度安全的加密资产存储和冷钱包保管服务，并收取托管费。同时，它还鼓励用户将持有的加密货币进行抵押，也叫 staking，以此获得区块链的奖励，而 Coinbase 能从奖励中抽取分成。当然，Coinbase 也是稳定币 USDC 的发行方 Circle 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Coinbase 从用于抵押 USDC 的底层资产中，主要是美元和短期美债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中获得固定比例的分成。那和 Robinhood Gold 高级会员服务类似，Coinbase 也在近期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 Coinbase One，为散户投资者提供零交易费的选择，以此来增强客户的支持和质押奖励。总的来说 ，Coinbase 通过高比例的零售交易手续费赚取了大部分的利润，同时它还通过为机构和开发者提供订阅及服务，来巩固其市场地位，实现长期的增长。好，简单介绍完了 Coinbase 这家公司的背景，我们来看看 Coin 股票在25年的走势。可以看到，总体来说，Coin 的股价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有30%的年增幅。虽然比不上 SoFi 和 Hood 动辄200%的涨幅，但也比标普500指数14%的增幅高了2倍。从8月到现在 ，Coin 的股价已经在300到380美元的区间横盘震荡了2个月的时间。然而，如果我们看 Coinbase 股票在2025年和2026年的 EPS 增速情况，会发现它的 EPS 在今年有17%的下跌，而到了明年2026年，Coin 的 EPS 还将持续下跌5%。那为什么分析师的普遍共识是 Coinbase 这2年的利润会有下滑呢？这主要是因为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加密货币，而加密货币市场有很强的周期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很多加密货币在2025年第3季度开始进入冷却期，它们的价格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有较大幅度的下滑，这就会导致加密货币的交易量持续萎缩，进而影响 Coinbase 营收入的增长。同时，有很多新的竞争对手加入了加密货币市场这个战场，包括币安 Binance、Kraken 等交易所的崛起，以及贝莱德等传统金融机构推出比特币 ETF IBIT，这就导致很多用户不在 Coinbase 平台上买卖加密货币，进而迫使 Coinbase 降低手续费，以此来留住客户。而较低的费率会直接影响 Coinbase 的 EPS 收入增速。那综合以上种种因素 ，CIA 投资系统不建议朋友们买入 COIN 的股票，因为作为成长股，如果投资者看不到 Coinbase 的利润有增长，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股价会有下跌的风险，不值得我们现在冒险去买入他家的股票。虽然 Coin 的本益比 PE ratio 其实并不高，只有32左右，但是
随着利润的下滑，它的股价甚至会比利润下降的速度来得更快。这种现象也叫戴维斯双杀，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这个风险。好，那我们小结一下，在今天聊的3只 FinTech 金融科技股中，查理最看好 SoFi 的股票，系统给出的评级也是买入。对于 Hood，我们需要再观望一段时间，如果它的价格跌到$86以下，可以考虑逢低买入。目前系统给出的是持有的建议。那至于 Coin，如果您已经买了他家的股票，当前也是以持有为主，但是查理不认为 Coin 的股票在接下来几个季度会有特别好的表现，因为它的 EPS 增速在下滑。对于成长股而言，这是非常不利的因素。那各位投资朋友们，您对于这3家公司的股价走势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接下来是 CRA 投资系统在10月20日给出的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 ETF 的仓位配置。CRA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上周相比，系统把比特币的仓位从原来的20%降低到7%，把股票部位的持仓从80%进一步提高到了93%。那么，我的 AI 投资系统为什么做出这个调整呢？这是因为系统对于比特币价格的走势从之前的绿色买入看涨信号变成了持有的信号，也就是说 AI 不再认为比特币和 IBIT 的价格在未来几周会有非常强势的上涨表现。查理虽然从长期来看还是坚定的认为比特币的价格还会呈现震荡走高的趋势，但是我选择相信 CRA 投资系统的信号，把 CRA 投资组合的 IBIT 的比重从原来的21%降低到现在的7%左右，然后把止盈获得的资金用来加仓买入美股，特别是 Meta 和亚马逊的股票。事实上，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加密货币市场在10月份都呈现出剧烈下跌的行情。在10月14日就有新闻爆料，有巨鲸在做空比特币，并且在短短2个交易日内平仓获利，净赚了2亿美元。可以这么说啊，现在比特币近期被机构或者是金融大鳄做空，那么它在短期内价格可能还有持续下跌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比特币上一次减半发生在2024年4月20日，而下一次减半则需要等到2028年4月份才能发生。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了比特币的阶段性熊市，当然现在谁也说不准。但是在2021年的3月份到7月份之间，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40%以上。查理的 AI 系统预测，本次比特币的价格最有可能回调到95000美元左右，距离当前108000美元的价格还有12%的下跌空间。这也是查理减仓 IBIT 的原因。我还是相信 CRI 投资系统的判断，规避短期的风险。当然，如果比特币的价格近期快速反弹，那这波操作会让我少赚一点，这也是查理必须接受的可能性。最后是截止到10月20日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在卖掉了部分 IBIT 的仓位之后，转而加仓买入了 Meta 和亚马逊的股票。那目前 CR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亚马逊、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比特币 ETF IBIT 以及 Adobe。我们把主要的进攻性投资都集中在美股上，看看在接下来的11月到12月份，这些科技股能否为我们带来好的表现。查理也会持续更新 CRI 系统和投资组合的持仓变化，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 SoFi、Hood 和 Coin 这几只 FinTech 股票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它们的价格有泡沫吗？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接下来会反弹还是持续下跌？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查理斯姆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祝您投资愉快，心想事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